毕业以后呢，我留在大城市里面上海创业啊。同学呢是考上了县城的一个公务员，没想到呢10年之后呢，我们差距竟然如此之大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和各位去聊一聊我自己和一个初中同学的这个亲身经历啊。这个同学呢是我以前初中的一个同桌，我们当时关系还比较好，然后毕业这些年呢也一直都有联系啊。像我初中毕业之后呢，我就进到那个县里面的重点高中，然后呢他是留在那个乡镇上面去读书的。后面呢我大学是考到上海那边去读书了啊。刚开始读大学的时候呢，那个生活还是比较拮据的啊，比较节约的，因为上海那边本身物价比较高嘛，然后家里面给的这个生活费呢也比较少。后面到大三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在这个学校里面创业，开始卖那个二手的一个电脑啊，当时收入还是可以的，然后一个月可以挣个1-2万块钱，如果行情好的话啊，挣个2-3万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差不多呢，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萌生了一个创业的想法啊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毕业以后呢，一定要继续创业。然后通过创业呢，实现一个阶层的跨越。但是我父母呢，就想让我在上海那边找一个对口的工作，或者是回到武汉这边也可以。但是呢，我就感觉在那个体制里面上班，那个工资很少，而且呢，我自己是肯定不想在那个里面是浪费青春的。但是我这个同学呢，跟我正好相反啊，他毕业之后呢，就在那个县里面呢，立马参加那个公务员考试，然后费了好大的劲，考了好几次呢，才进入这个体制内啊。我刚毕业的那2-3年时间，其实我对于他考公务员这件事是非常不屑的啊，因为当时我和我同学一起创业嘛，那个行情好的情况下，我一天挣的钱比他一个月挣的还要多啊，算是略有小成。所以说跟他比起来的话，我其实还是有一点优越感的啊。每次同学聚会呢，基本上都是我付钱，基本上都是我买单啊。但是后面呢，就是我自己做生意，再加上3年的一个大环境，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嘛，踩了大坑，而且呢还负债付了180多万，最后还是费了好大的一个劲，终于把这个负债给搞定了。然后反观我这个同学啊，他干了这么些年啊，已经成为了一个副科级的一个小领导了，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办公室，包括补贴和福利待遇都非常不错啊。然后他老婆呢也是一个初中老师，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虽然说不是特别的高，但是我这个同学他就讲嘛，在小县城里面，其实你有钱你也根本花不出去。像他们现在住的房子140平左右，是他们2口子自己存钱买的。我当时还是比较惊讶的啊，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面，如果说呢不靠我们父母，不靠上一辈的这个帮衬，基本上很多年轻人是很难交这个房子的首付的。我当时和他聊天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说他有时候呢也非常羡慕我们这种在外面打拼的，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但是我听他那个口气，就是我个人感觉他对自己当下的这个生活肯定还是非常满意的，什么事业了，什么家庭了，都比较美满。其实现在想一想呀，我也是非常羡慕他现在的一个生活的啊，留在了本地，然后每一周呢都可以和自己的父母来聚一聚，一家子生活呢也是和和睦睦的，也都是比较自由自在的。那现在回想一下，我自己当时明明可以选择的路也是非常的多啊，但是自己偏偏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那条路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，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为自己的这个选择后悔，更没有必要说去退缩啊。那么不知道看到视频的各位网友、各位朋友，你们对于我和我这个同学截然不同的道路有什么看法呢？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选择哪条道路呢？你会选择自己创业，还是回老家考公务员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